刘主任，刚才您说的太好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其实防跌倒呢，确实是保护咱们脆弱骨骼的生命线。那您看，您在这么多病例当中总结的经验非常的宝贵，特别的宝贵。身体弱的呢，要防日常滑倒；身体好的反而要警惕自信性风险，比如您刚才聊到的骑车呀，那不骑车，选择相对安全的散步。您看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讲究，让咱们老年人的锻炼效果能够达到更好呢？对啊，我这个老年人散步呀，这尤其是50岁到这个60岁的这种中老年，最好就是一天早晚2次，时间要控制在这个最好在半个小时之内吧，每次8000步，不是人们说1万步了，每周也得安排一下这个2天的这个休息时间。不是，我觉得身体好，我今天我活动2里地或者几千米的几公里的，如果有这个条件，因为老年人几乎都有基础病，其实可以带一个现在的比较时髦的一个测心率的一个表，看的心率、脉搏，几乎控制在这个114左右吧，就运动量就这个速度就可以了，就达到这个运动啊，稍微微微出汗就行，这个是相对安全的。谢谢刘主任，您刚才这个建议非常的具体，并且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也很有操作性。那运动呢，一定要适量，就不能用力过猛了，对吧？您刚才表达的这个建议呢，非常的好，也就是达到我们微微出汗、心跳稍微加快这样的状态就好了。同时呢，要给咱们的身体休息恢复的时间。那对于已经骨折或者说已经确诊得了咱们骨质疏松的这种老年人，后续我们要怎么科学的补钙和治疗呢？是不是做到补钙、晒太阳、多运动就够了？这个肯定不行啊，这个远远不够。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啊，科学有序的补钙啊，合理的饮食，安全有效的运动，才是正确的补钙策略。我也从这几个方面啊总结一下。好。对，第一啊，就要调整这个生活方式。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不良嗜好呗，戒烟限酒，慎用一些这种激素类的这个药物。刚才我提到这个户外运动和关照，采取一些保护措施。前面讲过的我不再累赘讲了。但怎么科学有序的补钙和饮食啊，我着重讲一下啊。其实补的钙啊，这个来源有2种，一种就是咱们吃的这种食品，天然食物。待会儿我会说一下哪些食物适合这个补钙。第二类就是一些咱们老百姓都知道，钙剂呗，补钙就是药物。单纯的有些市面上的钙剂跟一些维生素 D， 甚至就是这2个的合剂，大同小异吧，价格也不等。区别它们的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啊，区别就在于这个吸收能力上，其实都是有效的，含钙量都比较高，价格也是根据个人情况吧，来选择合适的这个价格都行。那您看，您刚才跟我们提到了说这个预防和治疗，咱们需要打一个组合拳。那么具体聊的补钙，每天应该补充多少量，咱们才算达标呢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国内指南吧，和一些这个临床建议，50岁这个以上的人群，每日这个钙的总的这个推荐总量为1000到2000毫克。其实咱们这个尤其咱国家的这个居民呢，每天吃这个膳食就是饭里边的钙量，其实仅才400毫克。必须要，所以在我们吃饭的同时，有的食物是可以补钙的，咱的也最多也就400毫克。所以通常还需要加一些，我说的这肯定是老年人需要补充这个钙剂。大概的，刚才我提到1000到2000吧，这个吃饭饮食大概是400，还得加500到600毫克的这个茶鹅。平时可通过这种晒太阳，几乎就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了。但如果说你像冬天了或者下雨天了，这种维生素 D 补充不足，
这个就可以通过口服一些这个专门的维生素 D3，1000到2000单位，就是为了弥补这个，但需要最好是定期的就是抽一下血，监测一下这个血清中的这个D2这个维生素 D2这个水平。